尺码是可以再大一码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尺码最合适，有修身效果。是吗？行，那我就穿着这件走了，其余几件还有我自己的衣服，一起包好都要。好啊，留个微信吧。有人吗？钱忘了，我去打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 ，Michelle。你是王曼妮吧？你们认识啊？嗨，老朋友了。你有什么需要让他给你服务？嗯，好。没问题的，我们新到店的衣服和包包挺适合您的，这边请。谢谢。这些都是我们新到的，您可以随便看看。啊，这一条是我们这一季的新品啊，这个颜色卖的特别的好，它面料穿的会特别的舒服。那就试试吧。啊，好，这个颜色也好看的呀，而且剪裁很特别，特别显身材。我喜欢。买。哦，我们这一季还出了个包包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好呀。哎，我拿给你啊。好嘞。这个包颜色很特别的，特别是上面这个花纹很别致。我喜欢。买。舒服吗？挺好的。要不要再试试这双？好啊。这个皮特别的软，穿得舒服。哎呀，王小姐，你的服务真好。应该的。怎么样？陈老师啊，这里面羊脊和青鱼是不一样啊。什么样？有生气了？是。就吃不下东西，恶心，没影响啊。你想吃酸的吗？嗯。哎，我当时也特别想吃酸的。哎，陈姐，你把衣服放那，待会儿我来弄吧。好的。你帮我把冰箱里那个西柚拿出来包一下。你先坐会儿，把衣服晾了，我跟你一块。你现在这是特殊时期，刚怀孕不能提重物，对胎压不好。哦，好吧。老婆，我帮你吧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怀孕那时候看了几本书，写的还真挺好的。改天我陪你去书店把那几本书买了吧。好呀。还有，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吃甜食了，一天2块蛋糕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真的不好生，肚子太大了，还会得孕期糖尿病。哦，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。老婆，那你那时候也没少吃甜食啊，大晚上的让我给你买冰淇淋。我那时候有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冰淇淋不是你让我买的吗？你记错人了吧？是我吃的。哼，你老拿这个当反面教材。你去坐着吧，我来吧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您慢慢试，我就在外面。好嘞。有什么需要您告诉我。嗯，好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？啊，本来有机会做宋太太，在里边试衣服，非得把我微信拉黑，现在是站在外面给人家换衣服，还得穿鞋，你说何苦呢？我一开始还奇怪，就你这条件，拒绝我，这傲气是哪儿来的？今儿我一看明白了，感情是你卖的贵。东湖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们品牌的衣服其实很难驾驭的，对于身材和气质的要求都很高。但是您穿的这一身，我觉得太合适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像私人定制一样。宋先生不是有很多商务活动吗？您穿着这一身陪着他，一定增色不少。东湖，我好喜欢啊！买。多少钱？不贵呀，也就4、5万，和您的年薪比起来不值得一提的。东湖，买，还嫌便宜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那我们还有同系列的皮鞋和皮带，都是走秀款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好啊，配齐了更符合你的气质。快带我去看看。
宋先生，要是今天花的这些钱能帮你得着个老婆，也算是送佛送到西了。但是我不行，我太贵了，你买不起的。东湖，走吧。妮妮，你的那个 super 大单总部批复下来了啊，破格晋升你为销售主管。恭喜你啊，妮妮！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妮妮，厉害！哎，还有一个额外奖励，欧洲游轮游。但是我拜托你，你找一个不忙的时候好不好？随时请假出发。谢谢副店。我也想去。上班。哎呦，眼红死了！好酒好吧，你眼红什么啦？到时候我给你带礼物。哦，你讲好的啊。男客人来了，您招待吧。心里不平衡，你抢了他主管的位置了。去吧。您好，欢迎光临美诗。您有熟悉的销售吗？那我可以为你服务吗？我们的男装在2楼，这边请。我们正好来了最新的秋冬款，衣服啊、包包、鞋子都是最新的，您到时候都可以试试的。不知道您对哪方面感兴趣啊？看看衣服吧。哦，衣服啊，那我们有很多的呀，这边都是的。挺好的，这个颜色特别的好，特别的适合你。手挺凉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帮您选的这条裤子是直筒略收口，穿起来特别显腿型，而且也不死板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还不错。我觉得您应该属于低调内敛型的，所以我给你选的都是暗线 logo。就是我觉得这个胳膊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舒服，好像是是这里觉得不舒服吗？有点儿。尺码是可以再大1码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尺码最合适，有修身效果。是吗？行，那我就穿着这件走了，其余几件还有我自己的衣服，一起包好都要。好啊，留个微信吧，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你。没问题。这是您的衣服，您拿好。还有这张呢是销售小票，您可以拿着它去兑积分。送你了。能进一步说话吗？你不说这张小票能兑积分吗？就送给你了。今天几点下班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是不能收的。就当是礼物了。无论这张小票能兑多少积分，我都不能收。还有，刚才帮您整理衣服的时候呀，发现您的婚戒在兜里，可能是您试衣服的时候摘下来忘记带回去了，您千万别弄丢了啊！来，这个给你。一般我送出去的东西，也不习惯收回来。谢谢光临。你可以啊，闹了这么一大出，
原来是想进家委会啊！你早跟我说呀！我真不是冲这个，为不为的，园长不都已经把你拉进家委会了？我做这件事的初衷，是不想另一个孩子被简单粗暴的对待，也不想我儿子一进幼儿园就学会了什么叫歧视。怎么着？非要把我这个位置顶替下去，你才算完吗？我根本不想抢您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我儿子能安安心心的在幼儿园里接受好的教育。这话说得对，想当上会长的前提，是要你的儿子能在这儿待下去。我们店铺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状况，肯定是有误会的。徐总，什么情况？听说是有销售拿顾客小票撕兑积分，全存自己会员卡里了。多少积分？折合成券好像1万吧。这么多啊！他不想干了吧？别说我们商场，这在销售圈也是大忌啊！这事要传出去了，哪个牌子还敢用的？哎，是谁这么想不开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去打听打听。哎，别呀！哎，你别凑热闹，一个男的比我还八卦。徐总，你就是王满妮。啊，看一下，上面的会员卡是你的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是不能收的。一般我送出去的东西，也不习惯收回来。是我的呀。有人举报，昨天这张卡里存入了23万的消费积分。这按照我们商场积分兑换礼金的原则，可以兑换11050的等额消费券。不是我没有撕兑积分。我们已经查了你店里的销售记录，你确实有一笔这个金额的销售单，这个没错吧？是的呀，但是我没有撕兑客人积分呀。那个徐总，其实按我的个人感觉，我觉得曼妮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。她最近刚刚升了职，按照她平时的为人处事，还有她这段时间的状况，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万块钱去做这种坏名声的事情的呀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商场开业以来，这种事情这还是第2次，上一次的金额还没有这么大，涉事的销售也是开除处理的。这种对我们商场名誉影响非常坏的行为，我们必须严肃处理。各位领导，这张会员卡和销售单确实都是我的，但并不能证明是我自己去兑的积分啊，这关系到我的声誉和职业前途。我有客人的微信，如果我能请他来为我证明我没有拿他的销售小单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还我一个清白了？1天时间吧。如果你能证明你没拿，我们再做讨论。谢谢。我没法做这个证。您看到了呀，我确实没有收，而且是您亲自把那个小票给扔掉的。我是把它扔掉了，可我现在也怀疑，你是不是等我走了以后又偷偷捡出来，私自去兑了？好，就当是我收下了。您能不能帮我去证明一下，这张小票是您赠予我的？这我不能，当面说不要，背后偷着捡，这可是另外一种性质。这件事情真的关系到我的工作，能不能请你帮帮我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别这样好吧？你这不为难我吗？你在我公司楼下，同事看见一个小姑娘跟我这样，我跟我老婆都解释不清楚。请您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帮不了你，对不起。哎，是不是有我的快递啊？对，小青姐，谢谢。王曼妮，钟小琴，太
好了，在这儿碰见你，我一直想着还你钱，上次去店里没找到你，我就给你拿。你认识他呀？对呀，怎么了？他就是那个死怼积分的销售。啊？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你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所谓的清白，对吗？真的不是我没有死怼积分。现在已知和清晰的事实，积分和消费券都在你名下的卡里。既然有利可循，人肯定是不能再留用了，并且我们也会通报各大商家对这件事情严肃处理的结果。开会呢，你干嘛？徐总，我可能能帮他证明一下，万一不是他干的，他要是被冤枉的，那以后他在这行都没法待了呀。钟小琴，你干嘛呢？其实不用很麻烦和很多时间的，你们去查一下前天下午3点到3点半之间4楼收银台这张大案存单是不是那个时候存进去就行了。对。停，就是他。放大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认识呀。哎，这不是咱俩那天巡店的时候吗？对啊，我那天正好经过，听见他在说你的名字。王曼妮是吗？对，好，在这里签下名。情人节吧。名字一样，长相差好多。可是这个人我肯定不认识的呀。就是觉得有点眼熟哦。他会不会是你们顾客啊？要不然你翻翻朋友圈。我再看看啊。有了。他是琳达的朋友，就是他。我是不会道歉的，我辞职就是了。琳达，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，你干嘛这样？不爽不高兴成吗？这个店里不是只有他王曼妮拼命，我每天也是站满10个小时。旺季的时候，我也是3天5休。销售主管的位置，我也等了2年了。他凭什么插队？就因为运气好，那个大单子砸到他头上，这公平吗？那是我努力挣来的，不是你努力了，就可以抵消我的努力。但是你占了我的位子，我就没位子了。我也不想再这么继续耗下去了。特别没劲，没劲就不要干，谁被你这样的人爱上了？真的是这坑同事确实不太对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行了行了，大家别闹了，这件事情毕竟关系曼妮，要不要报总部处理？曼妮，你做决定吧。曼妮，报。妈呀！那就按照规矩办，怎么处理我，就怎么处理他。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歉。什么德行，真是！那间房是我的。哎，我想了半天呀，还是得亲手做顿饭表示感谢，显得有诚意嘛。你太客气了，你这弄得好温馨啊！你看这些大的柜子，都是房东存在这里的，特别占地，也没办法搬，那我就放一点自己的东西，是不是还挺好的？嗯。你囤这么多洗发水啊？啊，那些是我在网上买的，正好打折，我就多买一点，囤着嘛，总能用掉。啊，我知道这个牌子，挺香的。哎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好啊。还有这种饮水机呢？
这哪是饮水机啊？租房必备的简易装置。来，你先喝口水啊，随便坐。嗯，谢谢。小琴啊，今天我给你包饺子，好吧？好呀。你是北方人吗？我家是衢州的，我爸的祖籍呢是北方人，他经常包饺子，我就跟着学了点儿。哦，对了，我把欠你的那个200块钱微信转给你。说好我请你吃饭要谢谢你的，你先打给我钱算什么呀？这2回事儿。我欠了你这么久，一直不知道怎么给你。小琴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我马上30了。啊？那咱俩一样啊。真的啊？啊，我9月底生的，你呢？我7月。啊，你还比我大呀？真巧。你看，你买这么多菜，所以我才说我自己一个人很难得吃的呀。你看我包个饺子都需要那么多的食材，每个呢只能用1点，特不划算，也容易浪费。所以呢，剩下的这一点呢，我就每次都拿保鲜膜一裹，往冰箱里一搁，估计我能吃1个星期的了。我还真的没一个人生活过，我连大学都是在这儿上的，从来都没离开过家。你多有福气呀！谁想离家万里远？啊，那开始吧。好。啊。好了。啊。我好久都没有包了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看着就知道一定好吃。小琴，如果这回没有你的帮忙，我可能现在已经回老家了。说句谢谢，我觉得都言轻了。那我们就以水代酒。好。你实在是太客气了，我那天刚好碰到嘛。你先尝尝吧。怎么样？好吃啊。现在的世道，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只要不是自己的事儿，大家的本能反应呢就是躲避。像你这种往上冲的，还为了我得罪领导，真的是稀有了。我没你说的那么好，我有私心的。我怀孕了，你要替我保密啊！真的？那恭喜你啊！你都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平时有多怂，从来不敢顶撞领导的。这次啊，正好被我碰见了，我就想我不能坐视不理呀，而且也可以给肚子里的宝宝积点福报嘛。那我得谢谢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陷害你的那个员工是因为跟你竞争同一个岗位啊。本来我也能理解他对我的敌意，但是他这次呢踩了我的底线，我就只能请他走人了。这座城市充满梦想，也充满诱惑。你去火车站、去机场看看，每天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城市想要扎根，又有多少人走。一年年毕业的想要留下，一车车打工的想要留下。喏，就像这杯水。满了总要溢出去，所以我们只能拼命地往下扎，给自己增重，才不会被挤出去。我来到这个城市8年了，我到现在真的都没有什么归属感，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。你看，怎么越说越伤感了呢？我们今天吃这顿饭是为了庆祝的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留下来了呀，而且还升职了。我是很认真的说，以后遇上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事儿，你一定别跟我客气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怕欠人家。好的呀。
属于自己名字的小团人大歌曲。你们是新转过来的吧？啊，对了，我们是王太太给写的推荐信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王太太的朋友啊都不是凡人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蛋糕做的多好啊，这上面都有我们幼儿园的 logo。宝宝，没事没事啊。癫痫症啊，这么严重的病？这木子妈妈可真行，这么快就新建了一个群，群里没有老师，没有楠楠家长，她在征求大家意见，想让楠楠退学。为什么呀？癫痫又不传染。她是说幼儿园有责任，不应该隐瞒病情。还说下次怕发病的时候吓坏其他孩子，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。是啊，哎，儿子怎么样？没吓着吧？怎么可能没吓着？今天被吓坏了。你别说儿子了，今天我都被吓坏了。可能是没什么心理预期，我也第一次遇见这个病，是挺可怕的。那你怎么想啊？我当然不同意投这个赞成票。你说的对，凭什么逼人孩子退学？楠楠她爸爸在群里解释了，说孩子有这个病是因为当时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，导致缺氧性脑损伤，两人活下来也真是命大。他爸说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，也有好转了，这些年也没发过病，所以才让幼儿园老师保密，就是想给孩子一个正常的教育环境。我看看。你看，你们这群里面就没有人声援一下啊？原来那个群里只有老师道歉，都没人说话。你看这另外一个群里，发生的家长都赞成楠楠家退学。太不讲道理了，这。我去看看儿子啊。是谁不睡觉啊？我，妈妈，我害怕。怕不怕？妈妈在这儿陪你呢。你知道楠楠今天为什么那样吗？因为楠楠生病了。就我发烧咳嗽那样吗？不太一样。楠楠呢，她这个病比较特殊，因为楠楠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像你玩的奥特曼一样，她的脑袋里呢有一根小电棒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触电了，然后就晕倒了，像今天那样子。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那危险吗？对于宝宝来说不危险，因为楠楠不会伤害到你，但是对于楠楠来说就特别危险。那楠楠下次要是再晕倒，宝宝愿意帮助她吗？愿意，因为他是奥特曼。我是徐子言的妈妈，我想代表我们全家表态，我们愿意楠楠留下来，我的孩子也愿意和她同班上课。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，没有传染性，没有攻击性。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，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。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们单纯的心灵，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。如果最终楠楠被强退，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种育人理念的幼儿园。谢谢大家。停车。
顾家，王太太，这才入园几天呀，就得罪人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家委会的事儿，他就对我那么大敌意。你还真看不明白吗？走吧，陪我做个 SPA 去。上车呀！啊。你知不知道家委会会长有多重要啊？寒暑假的出国游学，平日里的音乐课、体育课、艺术课，所有项目，每个班级的报名人数都和这个会长的推广能力有很大关系。说白了，多推就显得能力高。现在幼儿园还有这种利益链啊？那你以为呢？所以别人不容你呀。我没想取代他，想跟不想，结果都一样，威胁到人家利益了。其实啊，我挺看得上你的，你不是一个小格局的人，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还知道如何去得到。喂，陈旭，徐总今晚怎么喝成这样了？我一直在车里等他，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今天晚上都谁在啊？除了市场部，好像还有别的部门。姐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大家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们忙你们忙。大家好。小孙，哎，听说你下周过生日，给你准备了礼物。哦，太谢谢您了，佳姐。别客气，坐。昨天晚上陪徐总去酒局，喝了不少吧？我没怎么喝，主要是李可喝的比较多。李可不是设计部的吗？他怎么也跟你们去了？哦，他昨天帮徐总送份文件去了。哦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佳姐。喂，万总，我知道，是，真的对不起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给我个机会，我当面跟您解释。对不起，万总。好，多谢。姐，你打扮得很隆重啊，是去见很重要的客户吗？嗯。万总，您好。顾佳，你约的我却等你，好像不太适合吧？这还没到5点呢，是您到早了。你说你约这个时间也挺尴尬的，你看这天还亮着，咱们就吃晚饭。哎，不会你还给我安排了第2场吧？不过你放心啊，这酒和菜啊，我都点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万总，你也体谅一下我这人妻人母，孩子还在家等着呢。凭什么老让我体谅啊？再说了，今天可是你摆酒跟我道歉的呀。是呀，我今天是正式来跟您道歉的。
喝多累啊。来，到这儿来喝。来，宝贝儿来，谢佳欣，王小莫，佳欣，夏冰老师，哎，您好，我们家徐子言呢？啊，今年班里的所有小朋友都去木子家过生日了。啊，没事了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我替焕山给您道歉。算了，你就是把这一瓶喝了，我也不满意。其实，比道歉更重要的，我今天特别想谢谢您，谢谢您这2年对我们家生意的照顾。说实话，有了您的订单，我们公司才能正常运转，我们家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所以真的谢谢您。我愿意拿出20%的利润来给您，您看这样行吗？你能做得了主？我今天来这儿，我就能做主。我记得他原话是这样说的，就是饿死也不再接我的订单了。他那是气话，不是真话。许幻山就是个艺术家，您不能听他的。也对啊，这话不能当真啊。不能当真。那我们就说点真的吧。顾家，说实话，这2年你们家的烟花确实不错，但我觉得没你好。许幻山有福气，我是羡慕啊，求而不得，最难将息啊。啊，你放心，今儿这事儿你知我知，许幻山不会知道的。这是继续合作的条件？今儿这事儿只有一种解决办法，你懂的。万总今天兴致很高啊。我门口有个弟弟，玩得很开，无论是唱歌、酒吧还是夜总会，全能给您安排得好。您看我一个半老徐娘的孩子妈，有什么意思呀？是吧？你是不是真把我当成臭流氓了？还是觉得我不挑食啊？我把话撂这儿，我就要你。每次啊，我见到你，都是这副完美人妻的模样。看来我们家许幻山说的对，我们就是把场子点了，也不要你的订单。姐，你没事了？我一直打你电话都没接，我担心。姐，哎，姐。
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喝口水。这事儿需要告诉徐总吗？不用，你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过。好。谁呀？我。你好，木子妈妈，我来接子妍了。怎么喝酒了还一身酒气啊？啊，有点事儿耽误了，抱歉啊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问你什么时候过来接孩子呀？你看，哎，往哪边玩？慢点，哎，你看，跟人来风似的啊。徐子妍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还跟大家一起玩呢。子妍，子妍，把门打开，把门打开。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乱闯啊？我这卧室门关不上，一关就门就自己锁了。你说你这个孩子没大没小的，乱闯乱入的。哎，就是这个孩子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的，就好像孤僻症一样的啊。妈，我再也不能那么玩了，我不要上幼儿园了。那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？你在这儿等妈妈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就回来，好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这干嘛呢？哎，干什么打人？哎，干嘛你打我？哎，松手，放开我！我要验伤，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滚出幼儿园。该报警的人是我，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就把我儿子带到这儿来，这叫拐带。该从幼儿园滚蛋的人是你，凭什么？要不然我就把你收回扣、谋私那些烂事儿都发到群里。走，宝宝，咱们回家。来，陈旭，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本来那天晚上没有李可的，好像是他自个儿跑去的，还帮徐总挡了不少酒，喝了还不少。说替你不值啊！你说咱们那么好的设计，都是他自己不懂，就知道还价。咱们要是再退步，我都替你觉得委屈。你来公司短，可能不太了解。这家公司是我做全职太太之前陪徐总一块儿创立的。在我创业之前，
我在外企待过2年，见过一些女孩，并不太注重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而是把心思花在领导身上，特别是男领导，研究他们的喜好，把获得他们的好感当做嘉奖。我倒不认为这些女孩有多大野心，或者说也没有多少能力，真能溅起什么水花，无非就是想利用性别优势，获得更多的偏爱和照顾，工作上偷偷懒，升职比同期更快。可是毕竟在职场上，选择用这种方式的女孩，她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唯一不能容忍的，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。佳姐，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徐总好脾气，全公司都知道。我还奇了怪呢，怎么就到了要跟客户动手的程度？受的是谁的鼓舞？辞职信给你写好了，冲那个橘子的面子，签个字，体体面面走人。没有这个必要吧？非要到开除的程度？那你冷静地想一想，你跟老万动手的时候，李可是不是在旁边情绪煽动？开除李可图的是个安心，毕竟一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员工在公司，对于烟花公司来说，很可能是致命的。昨天晚上我们也商量好了，不跟老万合作是我们共同的决定。可是毕竟现在我们赌上了全部身家抵押给银行，我不能再冒任何一点风险了。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？我已经让财务多给他结了2个月的工资，还写了封推荐信，说他是自愿离职。这些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了，毕竟公司的账户上已经快没钱了。老公，我们从相识走到今天花了10年，中间也经历过不少事儿，相信这一次，咱们一样可以闯过去。钱的事儿你别发愁，我来想办法。